我来了。苍河，我来了。不是，您是？我不是苍河，我是来参加围读会的。哦，哎呀，怎么还不来呀？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苍河，我很期待他的新作。他的星座，有什么好期待的？别期待了，我们赶紧开始吧。几点了？4点。4点。 4点。那刚才哎，感谢各位赏光，参加我的新书围读会。啊，你不是真妙吗？苍河竟然是男的。苍河是男的吗？你不是真妙吗？真妙，就是苍河。这女士们、先生们，啊，在围读会正式开始前，我想给大家制造一点小小的氛围感。现在大门已经锁上，我们都出不去。我先去会客室休息一会儿，1个小时之后，围读会正式开始。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但是不要着急，等围读会结束，我们再好好聊聊。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 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Mango TV 同步收看。更多福利线索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在超级现场解锁签名照、演唱会入场券。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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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滴滴滴滴，梆梆梆，我要找我的苍河老师，苍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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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苍河老师，我来找你。苍河，苍河，苍河，你在哪里？苍河，苍河，苍河老师有人吗？苍河。苍河老师在吗？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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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瞎叫唤也没有人答应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吵吵闹闹的娘娘娘娘娘娘！谁呀？帅哥，什么人呐？什么人？苍河老师在吗？这么多帅哥呀！苍河，哎，你是？不是，都是读书会的呀。苍河老师啊，你是谁呀？苍河老师特别喜欢看你的书，他不是苍河，谢谢你。
什么？我不是你不是苍苍河？你没想到苍河是个男的吧？你没有想到苍河是个男的，也不是你吗？不是我，苍河是个男的，不是你，那是我，对不对？苍河老师，苍河老师读一读我好读，我好读。哎，谁？你们都不是苍河老师？不是苍河老师呢？这门锁来过，进来的。把屋锁。对啊，哎你怎么进来的？我有门卡呀。门卡不是锁上了吗？什么锁有门卡就能打开，没住酒店啊？怎么回事？保洁我是 housekeeping。你是包街，你是包街。哎，咱们今天有一个哦，你们是应该是书友，对不对？应该都是来参加那个维读会的维读会的。他刚才4点来了，然后他说1个小时之后，1个小时之后，围读会正式开始。他刚才去那边休息了。对啊，到点了吧？到了5点，到点了，到点了， 5点了。哦，5点了，赶紧了。他人呢？他在给我们准备惊喜。那咱们找找去呗。那去哪儿找啊？他从这儿进去的吧？进，谢谢。哪个屋？这儿会客室。这儿哈。苍河，小苍，小河，苍河。苍河老师怎么办？那咱们就粗鲁一些吧，毕竟是读书人嘛。啊，你看看，哎呦喂，怎么就踹开了？然后就这么伸手勾一下这个锁不就完了吗？小心别拉着啊！小心啊！哦，手可以出来了，可以了。哎，你没事。哎呦，好爱健身啊！您说，苍河老师缩水了，缩脖了。他怎么缩成这样？他臂展太短了，这是不是发干了？有，是发干了吧？那指甲，哎，这嘴唇发紫。他这儿还喝了，对他刚刚拿过来的呀。你们之前见过他对不对？这位先生，这位帅气的先生，虽然不知道您是谁，刚才4点钟的时候他来了，他说欢迎大家参加他的新书是围读会。对，然后我们就很吃惊，苍河不是一直是一个女性作家吗？对，他写的主角是一个女生去探案，是不是？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好像他就是嘛。对啊。然后呢，他就说为了有氛围感呢，他就把整个门给关了，说1个小时之后他来跟我们做围读。结果他就拿了一个冰桶和一个新的上头水，他就走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就在这儿变成这样了。哎，那个刚才您说的非常好，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对不对？您是我是这个大百科啊，因为我也是，大百科，我是大百科，你听说过是不是？我在江湖上特别有名，特别棒。然后因为我也是今天那个17点啊，应邀来到咱们这个深的妙妙屋，然后参加他的新书围读会的。对，然后那我来参加了，他出这事儿了，那你们得自我介绍一下，你们都是谁啊？为什么我们要跟您介绍自己？为什么要介绍？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来的。因为他是幸运书迷。哦，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证明，因为只有他的邀请函是直接付了个门卡，让他17点才来。然后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来的，所以姑且觉得你是最后一个来的。对，姑且我是最后来的，对不对？那我就是凶手。对，最怕的侦探，好吧，我就是侦探了。那么所以说今天呢，各位我也是没见过，都自我介绍一下呗，好不好？可以吗？从谁开始啊？你肯定是这位看着我含情脉脉的这位人啊。甲方的黑不是黑，甲方的白是什么白？是我累到眼睛发黑，嘴唇发白。我是一个调系设计师。设计哪儿啊？你是设计建筑还是设计服装，还是平面？就设计死法，就是各种室内室内设计啊，室内美学，也有一些海报啊什么这些的。调系设计，您是指真的钓鱼，还是指你非常有魅力，然后很容易让人上钩的意思？哪个调系？后者都有 ，both。但是他也是个瞎设计。他说他眼前的黑不是黑，你问他白是什么白都分不清楚，对不对啊？得嘞，下一位这位少年，
我上早八，我打篮球，我抢选秀，抓起来，然后这就是他怎么我就是把大学精彩生活全留住的18岁性感男大，我叫留学生。啊，留学生啊，行。然后，哎，这一位托腮的这位，哇，我知道他是谁，我知道他是谁。下颌线这么的了，是谁住在深海的大菠萝里？是爸爸。啊，你们对我的身份有很多的猜测，但是看着我，回答我。我这张脸是不是完全就是小说的男主角？是的，我听到了你们的回答。没人问你啊，自个儿 Q 自己啊，谁问你了？是的，正像你们异口同声回答我的，但你们回答错了。我并不是小说的主角，我是写小说的主角。我是一个推理小说家，我叫做何小说。哦，所以你俩是竞争关系啊不，我不认为我们是竞争关系，我们是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关系。那不就是竞争关系吗？不，如果有竞争关系的话，说明要有人要对另外的人造成威胁。但是呢，大家来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查查看，过去的5年，在推理小说这个赛道排行榜第一的一直是谁啊？一直不是谁？什么？回答我是谁？回答我！是我小说，我是你，是我呀！啊，我一直是第一，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啊，你是第一啊！哇，你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推理小说界对抗路的一对这个？可是我们只看他的书啊，我们都是他是只写这个女性侦探，我是全方位犯罪心理，哎，所以呢，他们就说我是写怎么犯案，他是写怎么探案啊，我们是对抗路的，那不就是竞争关系？但是排行榜第一的一直是我。行，因为我除了有作品，我还有别的输出啊，我知道。严叔啊！哎呦喂，行，你说什么是什么，是吧？照顾着点啊！哎呦，这位怎么了？我要演稿没有问题，给我立刻出版。我就是筛掉垃圾，留下传奇的勋编辑。我是他的编辑。那前面你这个口音是来自法国独身。哦，他是个法国人啊。法国独身，哇，这位少女怎么着？唯一的一位女读者、女书迷来了。哦，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书，推理故事书。这是书。对。那我在干什么？看书。如果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我，哦，一个词形容你装，是不是？好装啊！你是个兜是不是？好，有点好装啊，根本就看不懂，让自个儿装文艺青年。没错，我听到了，你说的我很漂亮。对，我很漂亮。这不是我的招吗？我知道了，一屋子人都在幻听。他为什么会死？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气死的。一屋子人都在幻听。我就是很漂亮的读书女博主，我可以带你读遍天下好书啊。那您听说过他吗 ？No。你也不是没名啊，不是书看的也不多。我是听说过的。你看，你们不懂，眼界打开一点，世界很大的。好的，那么现在就是咱们 M2122年的4月29日下午17点10分。在咱们真的妙妙屋上锁的会客室里，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姓名叫真妙。然后死者的这个嘴唇跟手指是我们常年看这个悬疑类节目都知道的，他叫发干啊，无其他外伤，疑似应该是窒息而死啊。然后而且这个又进来的时候又是个密室，所以说这两个从发干到密室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了。现在我要拍一张照片给我们嘿侦探社的荣哥特来确认一下啊！听说他很厉害，是不是？听说他很厉害，很厉害，而且还漂亮。现在我已经让荣哥特去尸检了啊！那么现在咱们先去各个屋里，咱们来搜证，好不好？好。现在我们先要去抽取我们最终投票的顺序，来喽！来吧，好嘞。
哎呦喂，老舅出了新口味，现在叫小舅了，不是它叫小舅水。哎呦，来了啊！来吧，好嘞。来，外星人维 C 水，维 C 水一喝到底，大侦探所向披靡，请一起来一瓶外星人维 C 水，干杯畅饮后念出维 C 口量，哎，一起见证身后维 C 补给站点亮100%，即可抽取维 C 守护者解锁独家3艘资格，口令就是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今天大家也加油喽！又是一天。喔，来了！来，若云先来，好久没回了，若云。好，谢谢。为了1、3，可以。三还行。这如果是3的话，4、5、6，没事儿，是几有什么用？中间这个就是我了啊！你看看4是不是？5，我不要当1，我不要1。啊，我是6。3谁？1啊呀！哎呦喂，怎么1、2，这么没逻辑的吗？我拿到最边上的，我这是我拿在边上的啊，我是6。独家3艘哦，荣是。您重新先重新说一个来。重新抽，为什么？没事，你不用重新抽。我发现这一季的好多凶手都拿第一个去投的。今年得第1，确实。对的。自爆！他一定觉得，但今天不是我。不是您，肯定不是您。行吧，那咱们开始吧，来吧。好，会客厅。哎，会客厅就是他死亡的这个屋子。哎，那如果钥匙在他兜里，那外面的人是没办法进来的呀。对啊，那这个钥匙就是证明这是密室。对，是密室。这肯定是个进气口。你想看看这是不是真的，是吧？这肯定是进气儿的，肯定是。哎，有一个有东西，室内设计合同，张设计的。去年9月20号弄的。对。哦，去投自杀。我这么说吧，就这个屋子是他设这计的。个屋子是我设计的。啊？那你还装模作样来这儿看半天？那这管儿你不是不知道？不是，我负责的是美学的部分，也就是说我负责软装结构不是你做的。啊，我就是设计这个颜色搭配啊、家具啊，非常的古老，非常一般啊，非常的这个欧式假欧式建筑。哎，这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这是悬崖，下面是海。这个桌子有抽屉吗？有。您看看抽屉下边吗？哎，这个报纸。哎呦！今日小报畅销作家仓和，神秘度99.99%，新书即将上市，网友到底是谁？哦，没人知道他是谁，大家到底是谁啦？但是说他本身大家都以为他是个女生，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但是这个侦探，您看，这是5年前的报纸，这07年的时候是发第5部的时候。
至于作者本人是否会借此第5部的时候会露面呢？出版方表示说，以我们对苍河的了解，绝无可能。在这个人人都想搏出位的年代，这位神秘作家却只让作品说话，这种反套路操作绝了。就是说明他从来没有露过面的。那这回为什么会让我们来跟他见面呢？所以这一次的围读会大家都很惊喜，因为他没有搞过这种活动，他从来没露过面。对，他就专门挑了咱们几个人来见他。我也觉得他是挑的我们。好的，先去张他们家，这是我屋的正门。哎，主理人真别看最后一页。舆情数据报告，审美灾难，注水大师，专业拉胯，都是些黑粉儿。他是一个网红设计师，还有粉儿呢。嘿，所以刚才那屋就不行吗？设计的设计拉完了，但是我很红啊！你看前面，你别看后面，你看我这主标签啊，标啊，撞色疯，颜色疯子，大胆的用色，对。但是也有说颜色搭配毫无逻辑，纯粹靠营销博出位，业内看了都尴尬。这些也能被称作神作？刚设计除了装大师还能会啥？一问配色理念就闭嘴，故作高深，其实根本说不出半句专业的话。就不是，就是我的这些配色，他们老说我说不出为什么这么配，但是颜色疯子灵感就这么来的呢，我就这么配，你们也问我干啥？配什么？他们都不配知道，对不对？知道不配知道，凭什么？我欣赏你这种风格。耶，好。哎，有把钥匙。哎，嚯！这什么呀它主要是钓鱼的年卡，鱼塘年卡。 ？M97年，197年。 2009年之前它都是单人年卡，但是到了2010年它就办双人年卡了。Yes， 因为那年我认识了一个也喜欢钓鱼的人，他叫真妙，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对着吹牛。我说我钓一洗衣机那么大的，他说我钓一卡车那么大的，然后我们觉得你们俩去旧货市场钓的东西是吧？全是。然后我们就一见如故，然后后来他就请我帮他把这儿装修设计一下，我就给他做了软装，然后他就给我留了一个钥匙，说以后这儿就是有你的这屋随便来玩，随便来住。这是他跟真妙的一个对话，叫张设计。他说钓鱼第一课学会拍鱼，分分钟钓到都是雷霆巨鱼。然后呢，真妙就跟他说，感情你的战绩都是拍出来的呀。他说我不用，主要是你得会。你跟他一直关系很好，就是我们俩老比谁钓的鱼大谁是谁，然后他就说我钓鱼造假嘛，因为钓鱼都是你把那个小鱼怼着镜头这样拍就能显得很大了。然后他在今年1月18号的时候说：“哥们儿，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那事儿你懂的。”然后曾妙说：“我懂。”隔了3个月，4月20号比了个耶，他说好。又过了几天，他举了1，然后3个蛋，然后他有一个5。你们俩人在微信划拳，谈价钱是吗？这一个1 3个蛋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早上钓了1条鱼，吃了3个鸡蛋。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这是我们秘密的小交流方式。那我们就这儿了啊。然后沿着2号吗？来，荀编辑到勋这儿来喽。哎，我看你的房卡是不是也在这儿？钥匙。哎呦，哇，你好多名贵的表啊！这些都是一些小饰品，我平时也不爱戴。你真这么有钱啊？是啊，
我是编辑啊，我喜欢什么随便拿啊，可以吗？可以啊。勋编辑，你就是个初级编辑哦，你后来变成了资深编辑。哎呦，你后来变成了项目负责人。哎呦，勋编辑现在是出版社合伙人。1999年之后，你是推理小说赛道的负责人，看出我这一路升职的轨迹了吧？侦探，我发现了一个独家出版及知识产权的共同合同，一个甲方呢是真妙，然后乙方是他的出版社。甲乙双方要维护仓和的笔名的神秘感，不得以笔名的真人形象公开露面。哦，怪不得他来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吃惊。他要对啊，20年合约有效期。为什么你不想让大家认出他呀？不是我不想，那个时候他就找了一个说把这个侦探的名字就叫作者，这样呢就让大家就觉得有代入感，有代入感。因为他写小说特别火，所以我们渐渐的呢，我就原来从一个初级编辑就变成了现在的资深合伙人了。哎呀，看这是个啥？这是你跟真妙的记录啊？2011年，汤河的假期。你看，他说仓河第6本不输，读者迟早淡忘。他说你第6本改的怎么样了？他说不改。因为汤河灿案集的最新的这一部，它一直不出。然后呢，又有一个叫何什么玩意儿的一个何小说啊，有一个何小说，他那个书很畅销，所以我就想，因为好几年已经没有出新书了，读者呢会不会把它淡忘了？是，所以我就搞了一个这个叫《仓河的假期》哦，这个《仓河的假期》这本书是勋自己炮制的，对，所以它落款是那什么嘛？你看，对，超级出版社出。这应该仓河只出了5本书，他就拿着跟仓河编辑的身份出了一本，有个番外。因为我希望就是能让这些读者能想起关于仓河的点点滴滴吧。对，毕竟仓河也陪了大家。你读《仓河的假期》，想起仓河的点点滴滴，yes， 也陪了大家快9年，将近10年了吧。然后他就说，勋编辑，我邀请他来。然后他就说你要干什么就没了，所以他今天开发布会其实是违反了这个合同，对吧？他跟书迷见面，然后有点像是，可是这是你通过的这个活动吧？没有，你没通过，他发的邀请函给他，他说你要干什么？哦，明白了，你也是被邀请过来的，对。但是他有一个，他就是说对于这个 IP 他是非常重视的编辑，对。而且他也认同说你不能以真实形象露面，他一旦露面了之后，他是有理由把这个形象干掉的。对。但是我觉得他不会干的原因是，他干掉他的好处是他可以接着模仿他，但是他到现在为止只出了一本假期，他也没有出过真的第6本。他没有那个才华，他没有这个才华。别这么说。我没就干，但是他就相当于你如果说把这个人给干掉，他没有办法代替他呀。那他作为编辑而言的话，他的工作就没了呀。我如果可以代替他的话，会干掉他；如果我代替不了他，肯定不会动手吧。走吧。想不想来到我们这个出版社啊？和小说。哎，写的这本书《河边的罪恶》，齐颂下面写的什么？3、2、1，神言作家，是自己封的吧？这个是假的，这个对啊，这是自己做的，这是自己做的。这个，然后这个只有这个神言作家自己说自己神言，没有，这简直不要脸。这儿可以，这儿有个佐证。
帅呆了，帅呆了！栀子花居然这么帅，但是是他直播的人气榜第一，没有说他输的排行。因为那证据被你们抠掉了呀。谁把这吧？这个是假的，这个对呀，这是自己做的，这是自己做的。读出来，严谨一点。该作自 M205 年起在网络上连载，实体书 M207 年至 M211年连续5年霸榜推理小说，被评为最差销量榜首。知道了。神颜作家的登峰造极之作，给你高潮迭起的阅读体验。谢谢。河边的罪恶，河边到底有什么罪恶？就是这个我的小说里面写的嘛。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虽然这本书有一些好的口碑，可是因为没有什么营销的手段，它也不火。于是呢，我就把我的这个美颜调到非常精确的一个调性，然后假装无意当中一看，哎呀，怎么开怎么开直播了？哎呀，不好意思吧？然后他们就说哇，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书没有大火，但是发现他这个精神小伙。对，不是小伙带小叔变大伙。哎，李讨2010年1月1日的论坛讨论，2010年1月1日的论坛讨论，栀子花和苍河到底谁才是 Top One 的推理作家？个人觉得栀子花的文字功底真的太强了，对凶手的刻画震撼和细腻，确实无人能及。不用那慢一点，每个字读清楚。个人觉得栀子花的文字功底真的太强了。这个不重要的贴主是你自己发的吧？下面有人说啊，这俩人的风格截然不同，个人觉得没有可比性。还有人说，栀子花不就是靠脸吃饭的吗？也配和我家姐姐相提并论？哎，他还上面点了彩，说你比不过真和人家踩了人家。有一个有东西。推理界已经迎来了属于我的新时代。是的。很多人都拿你和苍河做比较，对此你怎么看？苍河前辈已经太久没有出过书了，我觉得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家了。至于比较，我觉得销量就已经是最好的回答。很多苍河老师的书迷质疑你在书里夹了写真是靠脸卖书，你觉得呢？只能说长得帅也是一种资本吧。不过连脸都不敢露的人，谁知道皮下是什么样的？还有笑，我就在阴阳他，就是他们俩反正是劲敌，对吧？长得帅也是一种资本。朋友们，互动小游戏到喽！哎，互动小游戏玩一下吧。再顺手的笔也会钝，再能熬的人也会累。还好有外星人维 C 水，满足每日100%维 C， 创作状态轻松拿捏，站在投掷线后套圈，套中3次，轻松解锁柜门。喝口维 C 水，手感更佳哦。要套几个啊？套3。斜着这样套，这样套。朋友们，看啊！哎呦，真的看到这儿直播，哎，多了哦，开喽！开了。哎，啥玩意儿？邀请函，栀子花诚挚的邀请您于来真的妙妙屋参加我的新书微读会，届时本人也将露面。真的妙妙屋位于海边悬崖，请轻装上阵。我为大家准备了日常所需物品和外星人维 C 水，沉浸式唯读状态也能稳稳在线。对。然后最后写了一句：“你不来，你的小秘密会被我公开哦。”他知道你的秘密。你看，直接就已经说过这个了。哎，我的钥匙在这儿，在桌上。Next room。大帅哥，好帅啊！晕了，帅了，爱了，老公找到你了。这张照片不都看过了吗？又解释上。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走廊，
咱们去那边。这从我们那边到这边可以通过走廊来。来啊，咱们先去刘很奇怪啊，一个学生怎么能来这儿呢？哎，这是刘，房间4。这是一个交通事故证明。2017年的7月2号的8点30分，在西辉市光芒3岔路口，当事人是40岁的刘爸爸，是事故车辆的驾驶人，还有13岁的留学生，他是事故车辆的乘车人。7月2号的早上8点半，当事人刘爸爸驾驶车辆行驶到西辉市光芒3岔路口时，车辆突然失控冲撞道路安全护栏，事故造成驾驶人刘爸爸当场死亡。乘车人留学生重伤，经现场勘查与综合分析，属于意外的交通事故。他是他爸爸，儿童福利院他收养了他，2007年。他不是我的养父，他算是我在孤儿院的资助人哦，是我在福利院，他就来到福利院之后呢，我们就比较聊得开啊。哦，因为他最近没出书没收入，然后资助断了，他就生恨了。真叔，我考上西辉大学计算机专业了，上大学的时间更自由了，以后就能常来看您了。那我把妙妙屋的4号房给你留着，随时来往。就知道都得有点关系。真叔，明天有空吗？我去看看你。明天我要在妙妙屋办围读会，人很多，不太方便，你改日再来吧。我已经请好假了，我还可以帮真叔招待一下大家。那行，16点之前到。好的。我是一个意外来客，我不是被他邀请参加围读会的。他有你哦，等于你们都是有钥匙的呗，每个人都有钥匙。来，他炭笔画，这个就是我画的，就是重伤嘛。我其实也就是脑海当中就一直在回忆，就是那天受伤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了啥，怎么回事儿。是什么标志呢？这应该是他从他的视角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要撞上去了，然后他就对，然后就撞到这个对，有一个人，估计是为了躲这个人撞到这上面了，然后他就看到了这个标志，这个标志应该会出现在真妙的身上吧。走吧，看看你们有什么。啊哦！这怎么还有个机器人儿？它叫布米。你是不是可以操纵这个机器人给别人下药？这有点可爱耶。从容推理，他的号叫。别笑，你也读不懂第2章。他是一个读书博主，美女读书博主。形容词前面的形容词用的非常正确，对的。啊，钥匙在这儿。他的钥匙找着了，找到了。哦，真妙！2011年6月26日给他发信息说莫纳舒巴这里见。2011年，然后2022年他说我们现在是在交往吗？然后真妙回答说是。然后他2007年的5月16号又约他去向日葵西餐厅。他们2022年的2月14号开始交往。就是我很喜欢推理小说，然后呢，我就给他就在论坛上发私信，就是以一个粉丝给他留言。首先我18岁的时候就给他写过信，但是他没有给我回。但是呢，几年之后我换了我的头像之后，他就给我回了。留了以后呢，就一来二往的处上了。没有，他给我回信了，再就是我线下见。我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也觉得她应该是个女的。
但没想到他是个男的。然后再进一步的，我大概交往了有5年。这5年当中，其实他也没有跟我想进一步的感觉。那我就觉得我已经快30岁了，我想要结婚了。然后他就跟我求婚了。所以07年的时候你们是结婚了？对，结婚呢我就搬到了他的这个地方来住。呀，他带了好多珠宝来耶！这不是我带来的。哎呦喂，拼一拼，拼一拼，就是这爱情故事。3周年快乐，3周年是210，这都分了2年了。俩人那个3周年是到210年之后就没有再互相给过了，但210年之后那个真妙就认识张了，俩人开始钓鱼了。明白了。哦，你的至死不渝已经没了。我真不知道他钓鱼这块儿。可是向日葵本身代表什么？那些向日葵呢，是因为他每次都很喜欢送我向日葵这样的饰品。但是其实我有告诉他说，我对这个向日葵的花粉其实是过敏的。对，你喜欢瓜子啊。但是呢，他还一直送，但我觉得也没关系了，这可能就是他的小癖好。所以你其实并没有爱向日葵哦，你没有很喜欢，还硬送你。哎，想打开的话，问问布米吧。布米，这个箱子的密码是多少？布米，布米，布米问你呢，布米。我的脑袋被你们吵得有点懵懵的。我的脑袋有点懵懵的。布米 ，Hello， 我是布米，你们的专属智能好玩伴。哎，来了。想从我这里拿到打开盒子的密码，对，解开谜题就行哦。你说，你知道布米一天中什么时候最着急吗？布米在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着急？肯定是个成语。早晨，因为是早晨，早不米急。中不米急，晚不米急，下不米。这个盒子的密码是什么？不中米。没有人喜欢猜谜吗？然后那个米不米，先看到了吗？晚不米急，肯定是个成语。米不中不米急。布米看到了吗？这个密码还没想出来吗？快一点，快一点！他是让你想出来。还没想出来吗？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那就是12点59。12点59，对。是12点59，12点59，快一点，12点59。哦，嚯，这笑话可老了。嗯，谢谢布米开了。哦，还真是。离婚了。真妙和容博主因为性格不合无法共同生活，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已无和好的可能。男女双方共同所有的财产平均分配，但是他没签啊。男生没有签。他不愿意离啊，因为离了要分一半。因为其实他对我一直都挺好的，纪念日什么的也会给我买，虽然我不喜欢，但是我会接。但是呢，因为家里有一个空间是我不可以去的，书房是一个图书馆。但是我住进来那么久了，我就跟他说，哎，为什么我不可以去那个地方啊？他就非常的生气的跟我说。我不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吗？那我突然又觉得说，对啊，成年人哪怕是结婚了，也需要有一点彼此的自由的空间。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然后我就说，哦，那好，那没关系。但是从那之后，他就对我越来越冷淡，一直到最后就完成了2个人不说话，就像2个陌生人共住在一个房子里。你俩分房睡啊？分房睡。对，就相当于2个陌生人一样的了。然后就觉得这样没有必要了嘛，就离婚好了。所以我就搬出去了。搬出去以后呢，就自己做了博主。但是就是很奇怪，就你们谈恋爱的时候还不错，但是一结婚就不好了。不是，结婚也不错。3年时候他要去那个图书馆，他不让他去。对，所以真正的问题就在图书馆。
走，我们去图书馆。去看看去吧。图书馆锁着了，要找钥匙。先去书房嘛，先去书房。这个房间是跟刚才的会客室是对称的，但是你们看这个屋就没有那个通风口。对，哎呀，天哪，真妙的素描本儿，哎呦喂，一堆黄花儿，全是向日葵，他不喜欢的过敏的向日葵。哇186年就在画它了，画谁啊？画不知道，应该是荣。你俩哪年好的？2002年。但是这不可能是他。 188年，这200年，2002年，204年，207年，没了。所以这是那个小说主角。哦，怪不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说你好像他，他说我很像他的女主角。哦，就是这事儿。所以我是个替代品。那怪不得了，因为我很喜欢穿裙子，但是跟他认识以后，他让你穿裤子。他说你最好不要穿裙子。然后他穿上你的裙子，然后是吗？然后就是然后他去模仿一个女作家，对，说我每天就是这样。哦，你好毒哦！天哪！你好毒，本品为白色球状固体，溶于水后即无色无味溶液，接触皮肤5分钟之内毒发，窒息致死亡。冰块，那就是这个是杀人的呗，这个就是窒息死亡发干那个。得了，每个格子都翻一下。每个格子。我找到了一个东西。啥？这是监控安装施工单，在真的妙妙屋的会客室门外安装了一个隐藏摄像机，是今年的4月1号真妙委托安装的。监控？那就是看那摄像机里头肯定有素材啊。对，就知道谁把这你好毒放进去的。那咱们去看看他这个监控呗。啊，2把钥匙，一个是书房的钥匙，一个是图书馆的钥匙。在图书馆上锁的，一会儿可以打开。图书馆我真想去看看。走吧。因为他从来不让我进去。哎，打不开呀！不会吧？他这个钥匙，这不就是图书馆？他应该打不开。用别的钥匙开呢？就在这儿。等于说，书房的钥匙试试看，试试能开吗？开不了，也不行。都试试吧。 Okay, let's go. 房间1的钥匙也不行。房间2呢？开不了。房间3呢？开不了。4开不了。5开不了，都不行吗？这里都试了是吧？都不行。那他身上那钥匙呢？我去会客室拿钥匙。我去吧，我去吧。我们试一下最后一把会客室的钥匙。可以了，这什么呀？会客室能开。哎呦，会客室换过锁的，就是这个锁芯儿被换了。那说明什么呢？这是原来说明就扑朔迷离。巴拉巴巴巴巴，扑朔迷离。有向日葵女孩，不让他看的不就是这幅画吗？
就这幅画，他留着这么大一幅画，画的又不是他，他一看完肯定就得离婚啊。也没画什么不该画的，为什么要离婚呢？是不是心眼这么小啊？相当于我就知道了，我是一个另外的女生的替代品。是真妙，他是看中了这幅画的收藏价值。确实，他男的都这么说，你知道吧？别被他们骗成这样。他是看中是说他不是，他是看中了这幅画的收藏价值，他不是说喜欢这画。渣男就是这样子的，吗？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其实如果他当时就跟我说啊，你跟我的女主角长得很像，其实我不会那么介意的，只要我们2个人的感情好。但是问题在于说，让我最后受不了的是2个人本来是相爱的，我都可以容忍，但是到后来就是冷暴力对我非常严重。这是一堆工具。开机了，没电了，这个 pad 没电了。所以说，确实这个图书馆的钥匙是能开那个密室会客室的。对，就他把这2个会对调了。对，我们看看图书馆的钥匙是不是那个钥匙？是啊，我试过了，试过了。就是他不是一个密室的，凶手跟他一块进去的。他只要拿图书馆的钥匙就行了。而且凶手知道他们交换了，所以他可以用图书室的钥匙打开会客室，然后把所谓的会客室钥匙扔到他身上，然后假装自己好像没有进去过，但其实他可以完完全全通过这个钥匙来进出门。那锁是真换的还是凶手换的？但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不光考虑就是凶手的事情，我们要考虑一个真自己的事情。他说4点钟一个围读会，说5点钟会给我们说什么，类似于一个惊喜什么。那他在房间里这1小时，他到底要干嘛？1个小时之后，围读会正式开始。而且他还在会客室的门口安了监控，也就是他知道有人会去找他。他要拍下这些，他其实想在5点钟的让大家看到是谁想要做什么，然后把这个人这个活捉，结果没想到被杀了。那他约咱们几个过来干嘛呢？都有不同的目的，每个人跟他都有不同的矛盾。对，他肯定是约咱们，是他是有目的的。对，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大概推测一下，这个打不开是吧？对，监控素材应该在这里边。他很有可能是想在这里看道士底，可能这个时间点谁会去那个房间里边想去杀了他。哎，咱们去找找监控的位置呗，去看一眼，再去看看监控的位置。监控在哪儿啊？在会客室门口。会客室门口。那哎，上面那个，对，哦，就是这个东西。这儿，灯上面这个，对。但在哪儿看呢？若云，我帮你上去吧，你把它拿下来。他把我们叫过来，整个的过程是他有预谋的。感谢各位赏光，参加我的新书围读会。集中讨论吧，讨论。咱们一块儿梳理了。就是说，其实你们几个人都是邀请在4点时候来的，是吧？或者4点之前，因为我是5点来的嘛。3点50我才到，然后我趁这个到4点之前的这个10分钟啊，10分钟，我去他这个书房看了一眼，没人。然后我去会客室敲了门，没人回应，没人答应，不代表他没在里，可能人已经书房。但是我们4点的时候，他是从正大门进去的呀。对吧？他是从正门进去，他是从正门进去。4点的时候，对。然后我就回屋等待了。4点的时候，我到大厅的时候，其他4个人都已经在了。我是2点50到的，然后我就在书房，而且是书房确定能打开，我在里边找东西。
然后待到了3点10分回屋了。然后呢，在大厅里边上头水是我倒的嘛，对吧？对。啊，都是你服务。我3点10分到了，3点10分去他的书房，因为他这个新一版的手稿我还没看过啊，所以我想找他看看。嗯，3点半呢，临近围读会开始，我担心真会回来，所以我选择了提前离开。那你这20分钟20分钟在那书房里待20分钟。在书房，啊，你就只在书房是吗？对，然后就4点咱们就在一块儿了。行，我是3点半到3点50这个期间是到达妙妙屋，入住到了房间3。之后呢，我就出去想去找甄，我去了会客室和书房找他，没有人。然后我去了另外一个上了锁的房间，叫做图书室。图书室，我敲了门，无人回应。是因为别的客房，我想可能有别的嘉宾入住了，不方便，所以我就没有去别的地方找。那会儿锁着门的，对吧？图书室是上锁的，对。行，然后我就回到了房间。那我看来我是最早到的，我是2点半到的。嗯，到了之后呢，我就直接拿了钥匙就去了我自己的屋，然后我在2点30分到50分的时候去了书房和会客厅，他都不在，然后我就回自己房间了。啊，行。其实这就是连下来了，一直就表示一直从2点半到4点，书房里都没人，就是我们轮番在书房里找，然后会客室中间是断了的，2点50到3点半这期间没有人检查会客厅，对啊，就是这个意思。等于说40分钟没有人去过会客室，就是这40分钟，凶手有可能去会客室，对啊，做些什么？是就这意思。因为会客室的是案发现场嘛。他非得让我5点来，就是其实他是要让我见证一件什么事儿。对对，我觉得真的情况下是他知道咱们在场的5个人对他有杀机，然后他是想借着这个杀机做一个反杀，一个密室，然后你来的话其实是帮他做一个不在场证明，就是这个意思嘛。对，确实有点这意思。结果又被反杀了。对。我其实想补充刚才一个点啊，就是他如果真的是想反杀一个人的话，那他请侦探来这行为是矛盾的。就是他都把那人反杀了，他今天不要来一个侦探，来侦探他应该是说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侦探他想杀我，并且我做这个局能让侦探看得很清楚是他想杀我，但是那个人得活着。他把那个人弄死了，他把侦探请来，我跟你的想法一样。对，而且他把我们叫过来，还安了监控，他是想让监控拍下什么呢？我觉得他其实想让侦探看到某些人的行动，就是让侦探把他抓起来。对，然后就说他想杀我，然后就是那种感觉是吧？保护自己，他想保护自己，对，他想保护自己。这个对了，这个事儿我有一个问题，你们3个是被邀请来的，我不是被邀请来的，我是自己要求来的。你呢？荣是？其实我收到邀请，我觉得很奇怪的。不是你邀请你了吗？他收到邀请了。我是被邀，他给我打电话。他给你打电话？他是给我打电话，要让我来的。你们3个是有邀请函？有。对，你有邀请函，我也有邀请函。只有我不是被邀请的了，就。而且如果他都允许你来的话，那就说明这件事情他其实想让更多人看到。对，是的。那我觉得应该不是杀人，他的原计划应该不是杀人。所以咱们刚才说他杀人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那个毒是在他房间发现的，对吧？但是我现在想想，他未必是他准备的了，因为在他的原计划里不应该有杀人这个选项，包括携带致命的毒药这一点，这跟他请侦探来都是矛盾的，相悖的。那个毒应该是别人放到他房间里的。然后我还注意到，咱们一开始看到那个现场的时候，他不是都假设那个下毒很可能在那个冰桶里面吗？那个冰桶的那个桌子的正上方就是那个管道。如果那个毒丸是从管道的另一侧投进去的话，它从那里落下，正好会落到冰桶里。哎呀，我觉得那个管道暂时不用管它了，因为有了钥匙跟锁不匹配这件事情，它已经不是个密室了。就是他丢在里面的那个所谓从里面反锁的这个钥匙，根本不是那个会客室的钥匙，它是图书室的钥匙。对，而凶手完全可以用图书室的钥匙进出，造成密室的假象。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是，
真妙的，因为他是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说，我先去会客室，他是进了那边，就是他是真的想在这个房间里边一直等到，不管有人想害他还是怎么着，还是说他想着进到那个房间之后，用一个别的方式或者绕一圈回到另外一个相安全的地方。对，按理来说他应该想去图书馆里看监控。不是，那你看他，比如说他到了那边看上监控了，完了发现有一个人进到他那个屋了，接下来他要做什么？对呀、就是他只是看到一个人进去。而且比如说我在会客室，然后有个人来会客室找我，因为我告诉大家信息是我在会客室，所以有人来会客室找我，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因为对吧？这个不涉及到说好像你一进到会客室就是对他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怎么样的，他很明确的这一点。是，关键是他的那个监控是装在门口，装在门口的那一个人开门敲会客室的门是很正常的，很正常。哎呦，其实从我的角度，我刚刚想了一个，反正奇奇怪怪的一个大脑洞，就是我觉得还是从他这个推理小说家这个逻辑出发，他到底想干嘛？我觉得他今天诡异的行为一定是对于他自己的创作有帮助的。哦，这个好。就是他，因为你看，他也很长时间没有写出这本书了。对，我觉得他今天所有发生的一切，一定跟他的创作应该是有关系或者有关联的。哦，所以说我刚刚在带入我是真妙的视角，我很有可能会干一件什么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门口装摄像头，我告诉大家我去会客厅了，然后呢，这个时候不管是谁进来的人，真妙都有可能自己就服毒装死，进我房间这个人你就洗不清嫌疑，你就是这个杀人犯。我只在瞎想啊，他就是他为了完成他的小说的一个，对，我只是在想，他肯定不会是自杀，但是我觉得他的所有的行为逻辑是为了造成一场让大家觉得这个人可能真的就是一个凶手的这样逻辑，就是我觉得他还是，不然他推理小说家这个身份在干嘛？那不是那我知道他初衷是什么了，他初衷就是比如说请5个仇人来，然后我不是他请的，就是那就是请4个人来看谁先进，因为去他那屋可能就有就是有，比如说写一种结局是谁杀的人，就跟他谁是凶手一样，他就可以有这个空间和想象，等于他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开放式结尾，有可能，对吧？他非得让我5点来，就是其实他是要让我见证，其实有人被杀了，对，是在这里头弄的，我就是为了宣传他最后这个结果。就是如果从找小说灵感这个角度来说，他作为推理小说的作者，找我们4个跟他有点矛盾的人，其实有点像，都有点像教唆犯罪了，就是把你引诱到一个容易犯罪的钓鱼执法，钓鱼执法。我们现在去盘他到底是不是想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一个灵感，都有点为时过早。我觉得目前因为线索太不完整了，是我目前拿到的只是我们跟他一个粗浅的人物关系，以及我们知道钥匙被换掉了，那么包括他是怎么死的，包括是不是真的那个毒药放到那个冰里面给他毒死了，我们现在都还不得而知。对，然后向日葵的女孩具体是谁？而且目前就说咱们即使有这些猜测，我现在从侦探角度感觉听着每个人都犯不上谁杀谁，对不对？你看来了，荣格特已经来信息了，咋说？他说大百科，好想你。等会儿啊，看一眼，他在哪儿呢？他这会儿应该在酒店，我看已经落地了。信息，荣格特说大百科，之前你联系我确认死因的那具尸体，我发现他的死亡有些疑点。你说荣格特多仗义？他说我再待一会儿再告诉你。嗨，他说再给我30分钟，我再告诉你。从不了，不靠谱。不，你不能说荣格特不靠谱，他是严谨。荣格特是非常严谨，只不过刚才咱们非跟荣格特说是发干，是这个方法，他发现并不仅仅是这个。他是说的他的死亡有些疑点。哦，也许那个什么你好毒那东西。根本就不是致命的那个致命的那个东西，它是另外一个。如果它是不致命的东西，它有可能是真本来打算对不对？对。
有可能并没有死。那我们要不要再搜一搜啊？可是荣格特劝了咱们说他需要30分钟，他都需要30分钟，我们也需要30分钟，对不对？那我们就先去30分钟那个休息一下，各自回房间，然后整理一下，然后30分钟之后咱们再见，咱们再来，好不好？来啊，那就有意思了。震动短信来了，大家快出来呀！上哪呀？怎么啦？荣格特给我发来了最新的信息啊，发什么了？什么新的信息？大百科，我对比了近期经手的尸检案例后，发现真妙的情况与服用假死药后的我怀疑他被你们发现时处于假死状态。他没死。死者的嘴唇跟手指发干，疑似窒息而死啊！自杀那个事儿肯定是假的。真妙，都有可能自己就服毒装死。进我房间这个人，你就洗不清嫌疑人，你就是这个杀人犯。此类假死药一般具有效时长哈，建议你们复查现场，赶紧看。真不在了！天哪！真不在了！哎呦喂！所以这是他给我们的惊喜。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疑问，等围读会结束，我们再好好聊聊。找一找。哎，我刚才把会客厅全部拍了一遍，真的假的？我来观察真的看看。你看，这都在这儿啊。这个对了，就这窗子嘛。这个窗子也对啊，还没有问题，还没有问题。我要验拍。何老师，你在哪儿拍的？你在那还原那个位置。我在这儿拍的。你看，人都没了。再走，这个没有问题。再走。哑铃少了一个，当时有5个，少了1个，是他动了这个。为什么他要动这个？对，他要做什么呢？他没死，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他？走。之前我说他自杀想骗人那个，就写小说嘛，对吧？对。那他人呢？警察来，让侦探来。哎，这里有还换过锁的痕迹，朋友们。啊？你看，那是什么时候换过锁的？就是这个锁芯儿被换了，你看，对吧？是不是？是的。这人就没了，死哪儿去了？应该就在这屋。图书馆，肯定是图书馆。图书馆也没有，这儿也没有啊。他去哪儿了呢？真已经走了，应该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找什么呢？哦，他刚才是假死，他这会儿又死在别的地儿了，真死了。对，刚才的半个小时才是真正的杀人的时间啊！刚才那半小时才是真杀人的时间。对，那侦探也没逃脱不了嫌疑啊。对呀，就是我杀的呀。你倒很坦荡哎。来，先找找尸体。是不是我们刚刚进门那块儿？大门口。
这边哦，这个门，这儿也没有吗？哎，大门外呢？大门外呢？大门外呢？有吗？啥也没有啊！哎，真就没了。不是，那真没了。那本案没有凶手。那我们下班吧。不是得投票了，没有死者，你投什么呢？头什么？我头疼啊，头晕啊，现在非常的头晕，头晕脑胀的，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飞了，修仙了，修仙了，对不对？我就知道这下半集啊，是我本身承受不了的。在谁的床底下吗？不能吧？他能去哪儿了呢？人都没了，无翼而飞。但我们在干嘛？何老师，哎，啊，怎么说？没有，我们还在找呢。没有哎，好奇怪，太荒唐了。那我们要不要再搜一搜啊？对，看看你们还有什么秘密。枕头下边，枕头下边，那个底下，指挥型侦探花儿，那个下边翻一翻。啊，有一个，这是一个 U 盘吧？这能看。你看多省事儿。啊，来了来了，查看查看，不能说的秘密。P 图前 P 图后， 07年4月29。下一张呢？已检票。哦，画画这个他并没有去，但是他做了一个 P 图，显示他好像已经去了。你为什么没去？要把它做成检票呢？里头还有一个文档，练习10086。4月29日你在哪儿在干什么？我想想，是去西辉市的美术史看画展了。有一路上午发生了交通事故，你知道吗？交通事故我不知道。我那天路线是在上个路口右拐往美术馆去的。哦，对了，画展的门票我还没丢呢。您看11点我已经进去看画展了。那你还记得画展大概？依次是黑的、白的、红，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画展主题和我的设计风格对口，所以多看了些。你为什么撒谎？你撞了我爸。你撞了他爸爸。是撞人了，当时撞的那个女孩。这是你跟谁在练习？跟警察说是吗？就是我在提前预演。那天是这样的，这是1、2、3三个路口，第一个路口是有监控的，我知道警察会看到我的车从这儿过了，往前走了。然后我在第3个路口撞了人，撞了人之后，我发现那儿没有监控，我知道第2个路口右拐是去美术馆的。然后我就急中生智，我就说我去美术馆了，看展了，然后我就做了相关的证据啊。看展。可是这个事情跟真有什么关系呢？真知道了呗。钓鱼的时候你跟他聊来的，就是我们钓鱼佬嘛，就是钓熟了之后，大家一喝上头水，就什么都说，你这就是聊出来了。对，我把他当朋友了，你说。然后你就给了他啥呀？他勒索你，你本来是给他200万。你都给了，你都给了200万啊！哦，然后后来又说1000万，1000万呢？我格局小了。那你为什么说5呢？打折呢？就是不行了，你没完没了了，这就是哥们儿饶了我行不行？哦，所以他必须杀了他。这是他的杀机。对，因为他会一辈子管他要钱。但现在可怕了，这人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我的这个杀机纯就是他造出来的，对，他要造出一个我对他的杀机，没错。
是他要威胁你嘛？他找你勒索你嘛？没有哎。啊？交代一下吧。什么交代一下吧？你怎么杀的他？ M1922年9月12日第一天，拿了一个推理新星赛的第1名。这女孩是谁啊？她叫莫娜。哦，就是你的本来认识人家的。她是对。她也不叫苍河。她不叫苍河呀，因为写的这个女性的角色叫苍河。就是一开始呢，真妙呢，她确实有写小说的这个能力跟天赋，但是她就是没有人物。然后她一开始写的也是个男性角色，那突然间她有一天给了一稿，说，哎，把这侦探变成了女性，哎，就叫苍河，一下新颖了。我说太好了。然后你发现整个的视角也很清晰，完整个的这个人物也很立体。再往后我就说，那这个到底属谁的名啊？就是咱们这个作者的名，就是要属他的名吗？他说不，就叫这个苍河。这个是我们第一天就是拿着这个奖，我们刚成功的时候。但后来我发现真妙的那个灵感是来源于这个女孩。莫娜是缪斯，就等于是她的那个灵感来源。对，他前女友吧是？要不那个画都是莫娜的呢？她叫莫娜是不是？186年就在画她了，188年，这200年。这是他的给我的最后一稿。你别自己念哈，我帮你念一下《苍河探案集》第6部的手稿。苍河思考着案件中疑点，脑海中大量信息和线索闪过，突然间他愣在了原地，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伴随而来的还有耳边的汽笛声。一辆疾驰而来的车辆将这位侦探撞飞，当场身亡，真妙。2009年，我收到了真寄来的第6部，然后当我读到最后几章的时候，我看到解决了无数奇案的侦探竟然以这样的无脑的方式死去了。于是我前往他家去找他，发现他整个人浑浑噩噩的。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莫娜 M207年出了车祸，抢救了一段时间后，最后还是死了。所以我当时撞的那个女孩。莫娜死后呢，他也没有什么灵感了，所以他决定要终结苍河。我告诉他，苍河呢其实不是他个人的资产，而且这个笔怎么这不是 OOC 了吗？一个侦探最后的大街上不是为了破案死的，但大街上让车撞死了，跟所有的案件都没有关系。我说这读者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说嘛，我说改好了吗？我一直让他改，他说他不改，然后就没有理我。他其实跟我们出版社的合约呢是在2012年的10月28号到期，到期之前我是不会让崩坏的第6版出版。而且我其实还担心，如果他今天开了这个围读会，苍河其实已经不存在，判烂尾了。对于这个 IP 他是非常重视的，他是有理由把这个真干掉的。可是莫娜如果2007年死的话，他02年就在和荣谈。我是觉得莫娜是他的 muse， 不代表莫娜就一定是他的爱人，真正的爱人。对。所以莫娜爱而不得，但是依然在给他提供灵感，直到07年车祸去世。这个过程当中呢，遇到了跟莫娜非常酷似的荣，于是跟荣呢就有恋爱结婚。怪不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线下见面，他说我很像他的女主角。那他跟我在一起干嘛呢？就是他想跟莫娜谈恋爱，莫娜不同意，然后他就拿一个类似的人，然后用他的这个穿裤子去扮演。你接着说，没事你说。用他这个人，然后精神上投射的还是另外一个人。你背影可能跟他很像。请注意，他什么时候跟你求婚的？是莫娜死了之后他才跟你求婚的。对，我是个替代品。你跟他结婚了3年，08、09、10，对吗？
那刺激真妙又不跟你好不到下去的原因是啥？不是，他要去图书室要追求真相，但那里面是他要独自追忆莫娜的一个圣地，他不希望这个女生把所有东西都戳破。他从来不让我进去。有向日葵女孩，不让他看的不就是这幅画吗？于是与他渐行渐远，然后呢，荣又受不了这些有情感上的疾病，就因为这么点事儿。他就是体面的让他离开呗，不给他戳破，别告诉他。像咱们现在这么说太直白，太伤他心了。现在才意识到伤的，那样体面一点。哎，我觉得我这次受的伤害有点大。那没事，因为你别的集伤害的人多呀。啊，对，22个结婚证了，有意思吗？我告诉你们，就是20个，这20个跟扑克牌似的啊。走，我们去看一看呵的房间。121 London。何有什么缪斯吗？对，你的缪斯在哪里？他缪斯是自己脸，每天早上起来照镜子。灵感又来了，每天被自个儿帅醒了。不如自拍一下吧。哦，灵感来源这么直白了吗？还真有灵感呀！灵感来源是什么？哦，个项链。他也有。你有一个 muse， 有，他这神情是谁啊？我看看，这可不是什么 muse， 那是什么？马兰晚报：弄堂连环杀手终落网，因患精神疾病被判强制医疗。去年年初以来，马兰镇接连发生3起命案，受害者均为穿高跟鞋的晚归女性。鉴于受害者与作案手法存在共性，相关部门决定并案调查。M194年12月1日，凶手贾某被羁押归案。鉴于其患有精神疾病，被作案时无刑事责任能力，最终被判处强制医疗。然后他戴的项链就是这个项链，然后他的脸给画了叉，打了马赛克。这是什么呢？他不就是写那个凶手视角写得好吗？前面是说，那为什么你封他为灵感来源呢？这个案件是194年的一个连环的杀人案，其中的第3起是我的母亲。妈妈那天说要加班，然后很晚都没回来。后来我跟爸爸去找的时候，后来在垃圾桶里发现妈妈的尸体，死得非常的惨。然后呢，这个凶手呢，就是专门杀害就是晚归的女性，而且手段非常的残忍。后来呢，当年他就落网了。落网之后，居然是说他是精神病啊，然后就免于了责罚。当然，我们是很不能接受，可是这又是，判决，这又是判决，而且这也是我们不得不去接受的一个结果。然后后来隔了大概10年。2004年的时候，我有一次被一个豪车撞，那个豪车的司机非常的蛮横，他过来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这个项链，然后我一下就觉得不对，因为我看过这个项链，因为我对这个案件印象太深了。但是呢，撞我的那个人脸也不太一样了，人也不太一样了，就是他换了一个身份，好像是。但是我认得这个项链，而且我认得他的感觉，我就知道是他。那这个人是谁？不是，而且那个项链还有血呢。他是不是已经把他杀了呀？这个人是真吗？找找吧。来啊！我又碍事了。真漂亮！精神病院患者探视记录，真漂亮。M204年9月1日，何小说探视对象甲该死，探视对象已不在医院。甲该死。那第2张，但是这个人死了。
豪车司机就是这个贾该死。我2004年的是精神病院去查，结果他在精神病院只待了半年就被接走啊！谁接走的？不知道，陶醉了。对呀，怎么会有这么轻易就陶醉？这10年以来，我们愤愤不平，觉得一个杀人凶手这样逍遥法外，居然他连被关到医院里都没有，哎，他就在外面乱跑，哎，还又撞到了我，所以我就很不满，非常的愤怒，太过分了。杀了这个，我就觉得，如果你有办法脱罪，只有你靠你自己了，你来报仇，那我就报仇，得嘞。于是我就找机会杀了这个贾该死，全是罪犯。我先是把他弄晕，然后让他的手表呢是一个我弄晕的那个时间，然后呢我再开车半个小时开到了一个山里，把他丢在那儿，然后再把他弄死。然后呢，造成他死的时间呢就是半个小时之前40半小时。然后呢，同时因为他的身份也变了，他的社交范围也变了，包括他的整个跟我什么毫无关联，没有人会联想到你。对，因为我这个时间轨迹非常的简陋，于是呢，很容易就被查出所谓的假的不在场证明。那么，于是就会去查，在这个半个小时里面跟他相关的人，谁有刻意的不在场证明，谁就有可能是这个杀掉他的人。隔了1年之后，这件事情都没有人提及。我就以我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我把它换了一个角度，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河边的罪恶》。我把山上的故事换到河边，把杀害成年女性换成杀害儿童，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把它写了出来。等于他也杀过人，对，你也撞死过人。黑侦探侦探社吗？这儿已经有3个罪犯了，他说怎么一网打尽，一个团全抓走。你杀过谁呀？直接说了吧。我今年18岁，那怎么了？我在大学大1，你一会儿去看看我那边，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多么纯真。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男孩。好过时啊，好，非常好。我之前收到了苍河的邀约，我其实很好奇，这个一直在跟我 PK 竞争的人也没露过面，他到底什么样子呢？我就来了，我自己入住了3号房间，我就看到我的桌上放了这个信封，8年前办的事儿，我以为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真知道了。他就是掌握了这些人之后，然后他是做了一个杀鸡出来，就是本身他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是的，他要跟他扯上关系，但是他没有立场去引导你犯罪。我不知道他在push我什么，他在为什么他要把我叫过来？走，看我屋。你们都太邪恶了，都是坏人呐。我不是坏人，我是为民除害。你不是，但是你的方式选择错误。那当然，看看我屋吧，朋友们，请搜证。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没东西。你再看看书呢？还看婶儿呢，哪有什么时候说？这不就是这是什么？后面灵感，他也有个灵感随记。哎呦，这是真妙的。对，他拿了真妙的灵感随记。不是，对。哦，他发现了他的秘密。趁机调整广告牌，朝向对准路口，阳光反射失去视野，撞向护栏，车毁人亡。复原广告牌，天衣无缝，这是一个无差别杀人的好手法。就拿广告牌晃，故意。这后面它是各种各样的杀人手法。你来先说，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哎，结合我那个小画本。小画啊，就是因为其实那年的时候，在我父亲不是遇见一个车祸，对，然后他就牺牲了。你爸爸牺牲了，跟你爸爸是出意外了，不叫牺牲没关系。我也受了伤，然后我醒来之后，我父亲已经不在了。我那天大概就是只能记得一些片段，但是随着我这几年呢一直的回忆，我慢慢我的回忆就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还真好，我就回忆起那天，其实我们是在一个丁字路口。
我们车开过去的时候呢，这边其实有一个阳光被一个广告牌反射到了我父亲的那个眼睛里，所以说导致我父亲短暂性的就看不见了，然后他就撞在路边，然后就死了。然后呢，后来我慢慢想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说，那天好像有人其实是在动那个广告牌啊。就那广告牌，其实是因为它本来是应该是这么直朝着，对啊，对，所以说你这边来的光照不到的，不可能照得到啊。所以说那个广告牌其实那天是被人斜了个角度，然后我就想慢慢想，然后我就想起来了，其实那天好像真的有一个人在动那个广告牌，然后那个人身上穿的这个衣服那个标志呢就是这个 N， 然后呢这件衣服呢其实真叔也有，他穿过这件衣服。你知道人不能精琢磨，我一琢磨越琢磨就越觉得那天动广告牌那个人可能就是真叔。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没有办法确认。对呀，对啊。然后我今天不是一早来找真叔呢，我就在书房里边看到他就是平时会写一些这个灵感笔记，就相当于写一些杀人手法，对，就是看能不能用到下本书里边。我就在第一页看到了这个。我没明白这个，他为了写书，证明他知道这个手法，也不能证明那个事儿是他干的。对呀。这个人衣服真叔有，然后这个手法他写在自己灵感随记里边，那这个人他很有可能他不光是一个作家，他还是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去实验自己这些杀人手法，因为不是重点是他打了个勾，说明他试验过了。我觉得在我的视角里边肯定是这样的。不是。他跟咱俩就不一样了，咱俩的杀鸡是被他逼的，但他这个是自己找的。我觉得我这个杀鸡也是向少故意留给我的。我不确定啊，不是，你是自己靠自己找的，他是人家都放桌上了，而且他都没有邀请你来。对，我自己找的是。他什么样的心理他会去资助他呢？是因为他自己想做一个无差别的杀人，结果没想到真的成功了。他可能突然发现，哦，原来不会是伤一个人，而是死了一个人，还造成一个孩子成了孤儿。于是他良心不忍，他就去资助你。就有点愧疚。那他要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儿的话，他愧疚的可多了。他人可不少杀，他后面那个手法多着呢。而且他那个故事非常精彩的，每一个写的，原来你不在的时候他是 top，他是因为这2年不出书了，所以你这用了小颜值，你才往上走了一下。所以我就看你这人气太旺了的时候，我就必须搞了一个什么的假期。苍河的假期，对，苍河的假期，我再挣点儿。你从正面肯定我的魅力不就行了吗？但是以一个假期就把你毁的差不多了。毁啥呀？你这真的哦，就2年不播了，相当于假期先维持一下热度，是这意思。哦，是这意思，才懂啊！哎呦喂，才懂。哎呀，走，就反正我只是看到了这个，真的太可怕了。到目前为止，这个是他最恶劣的一个。他对你不更恶劣？他对我恶劣是道德上的恶劣，没有上升到这种法律层面。对，起码他没有伤害你，还不伤害呀？道德上面的算是情商吧？不算，他只是拿你当一个替身。哎，你看，其实好多屋里边都有不同造型的这个国际象棋。那个是马吗？马，就牛马吗？咱们都是牛马。我可不是牛马，我是颜值作家。知道了。哎呦，只有。好嘞，行，颜值太高了。那为什么美女读书博主你们就能接受？颜值小推理小说，他没有一直说呀，他那个帅哥一直强调自己。因为你们没有接受，我才能一直强调呀。是你没有接受吧？是我们都早就接受了。好吧，好，这屋没有，走吧。走了。里边后边有东西吗？这个。哎，看一下垃圾桶。垃圾桶，哎，向日葵，弄一大堆向日葵。他把这都扔了。对啊。发生了什么心理波动，又突然把它给扔了呢？你看这小戒指不错，不少东西，来，倒一倒，哇，他都给扔了。对，就都给扔了。他都没带，因为他对这过敏。这不挺好看的吗？对，挺好，这扔了个，这挺好看的。这往这一别不挺好的吗？这玩意儿，不要你给我呀！你别一个这个，然后咱就可以。哎
合体变成向日葵超人，来变合个体，来，咋这么这好看？那是我的。你说你都扔都不要了，已经没机会喽。对，都已经上饵了。这东西怎么戴呀？我是一个替身嘛，你挡住了我的镜头。啊，对不起，马上我给戴上。谁也遮不住你的。哦，这么疼？哦，还行。快！玩向日葵能玩一晚上。然后我知道了我自己是替身以后，我就很生气，所以这半个小时的这段时间，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毁了。对，就这么简单。从一开始就不爱你。我只是觉得后来我们两个人可能感情上发生了一些不合。何老师也忍不住了。给我！哎，不是要这些干嘛用？你要它干嘛？哎呀，我们帮你。据说哈，你都把它扔垃圾桶里了。我们是在帮你，因为你对这段感情太狠了。我们在，你看玷污他之后，你就对他没有感情了，你的感情越来越低了，对不对？我们玷污他，我们来玷污他，你就再也不喜欢这些东西。你觉得这太脏？还是你好，你没有下手。你看这个多赛博。赛博朋克，赛博。我的故事就没有了，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先去投了。投吧，还给我了吧？啥挺好。还给人家。这铁棒有何用？真的没有一点点再深一点的东西了吗？你这个跟他们两个比起来太不刺激了啊！他的衣服上还有，对，他什么？喂，我们一个都没有什么杀机，且他们凶手且死的完全不怎么该死的一个。你很有杀机，你很有杀机好吗？你最强烈，但是我必须要你排第一，我排第二。但我必须要 100% 确定是他干的。他在哪儿啊？结果没有个尸体，咱们这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下班了？对呀，那就散吧。哎，那个哑铃是不是有可能掉海里了？有可能，是不是？哑铃少了一个，这相当于是海边悬崖，是吧？给他绑身上，给他扔海里了，那就是给绑脚上了。他刚才是假死，他这会儿又死在别的地儿了。好多屋里边都有国际象棋，那我们都是他的棋子呗。他邀请手中有把柄的人来到这儿，必须杀了他。密室、毒药、真把大邀请来，就是要共襄盛举。黑侦探社吗？我们这儿已经有罪犯了。不要被表象迷惑，监控一切正常，跳出惯性思维，那怎么能进入会客厅？暗门撕开不在场证明，真相才会显形。下毒其实不是凶手，那直接站出来认不就完了吗？你撞了我爸，反正是撞人了。在垃圾桶里发现妈妈的尸体，因为他也杀过人。真要按照自己的想法终结仓盒。那他为什么离奇的死了？在大众的世界里面，他是消失啊。对他来说，这个就成传奇了。如果玩一个消失的话，应该你们都消失。真的恨他的人是荣，我是要逃离他的。他的恨没有恨到要他必须死。不对，朋友们，谁说他死了？世界本浑浊，醉与爱同歌，人人有话说，你们呢？美丽的花
本节目由外星人维 C 水独家冠名播出，满足每日100%维 C， 就喝外星人维 C 水。华为 Mate 80探案神器，全能 Mate 你的 SoulMate。感谢华为 Mate 80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看大侦探，追剧情，玩百变大侦探更上瘾。本节目由剧本杀 APP 百变大侦探赞助播出。小不米让爱与科技一同成长。本节目由松岩动力赞助播出。上小芒搜真小宝，进入专题页 get 同款娃娃。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大侦探11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关注大侦探官微，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途家 YY 直播、映客直播、讯飞输入法、长腾密室、长腾鬼笑、异次元密室。